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Truffle 单车小教室，我是 Linda。本集节目由 FSA Vision 赞助播出。我身边的是阿根。嗨，大家好。好哦，相信大家最近一定有感受到这个丞相起风了，真的是起风了。因为每一年一起风之后呢，就是我们台湾啊最重要的一个，你知道西滨大乱斗，就是会看到这个，只要东北季风一来，就开始有成千上万的车友非常非常喜欢骑这个，不管是双城的路线啊，例如说什么北高啦、北彰啊、北中啊，或者是这个双塔的路线。那今天呢，就是想要跟阿根教练来讨论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来参加这些赛事，该怎么准备？阿根自己有骑过吗？我还真的没有骑过，我蛮好奇，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很喜欢骑这么长的距离？就我自己之所以没有想要骑双塔或者是北高，我自己有很长一日北中啊，就台北台中，大概180公里、160公里这样的距离，我觉得它都还在一个，就可能你比赛会遇到的时间，然后或者是它还有一点速度感，然后觉得骑好久，已经不只是体能上的挑战，然后你的肝指数啊、你的屁股啊，都获得好多的疼痛感。真的，阿根讲这个我真的非常有感。我记得我第一年骑的时候，骑到最后，我觉得我肩膀已经不是我自己的，就是那个握把、弯把已经有各种把位了，但你不管怎么换，你都觉得全身都不是你自己的，都很不舒服这样子。对，但我自己在一开始很迷公路车的那几年，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骑北高，就是很喜欢跟一群车友一起，就是从台北开始骑到高雄，一路上就是大家一起讲干话，然后一起是不是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分辨出谁是可以继续深交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他可以陪你聊360公里，就是可以当朋友吧。如果360公里都没什么话讲，那也可以说再见了。那先回到就是这个路线上面，就是你自己觉得这整个北高或者双塔的骑乘过程当中，它挑战，如果以不管风势或者地形来说，挑战会是什么？我其实自己觉得，我有一年刚好碰到很幸运的是风超级大，连在后龙坡，就是北高这一段唯一的一个爬坡，大家最害怕的，连在后龙坡几乎都被吹上去，对，真的是很舒服，你不太需要踩得太夸张哦。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很新手的状态，但是我曾经有一段被风那个东北季风超级大，然后轻轻松松骑就来到40级，就是当下会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因为平常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好玩点是在这里，就是大家可能一直讲那个逆风顺风对单车的骑乘的体感会差很多，还有实际功率也会差很多。但是我们是新手小白的这个状况，其实不太能够体验到底是什么概念。可是，在东北季风来的时候，真的完全体验到了。对。那在西滨这种风势比较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顺风啦，所以对于体能上其实是有一个放大你能力的效果。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比较需要注意，虽然速度变快了，可是在前半段包含有后龙坡，它是很早就出现在整个双塔挑战过程。因为假设你有骑日北中，它也是很早就会出现在路段上面。可能要提醒自己，就不要冲太快，因为这个冲太快的过程会让你后半段显得后继无力，或者是烧掉太多体力，或者就算你有发现，你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休息之后，才有办法调整到骑乘的节奏。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家在跟那个对应的集团或者是人数，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你很难在前期发现到这个集团对你来说是过快的，所以你可能最好是可以跟着平常就跟你一起骑乘的伙伴一起搭配，会是比较好的。那前半段比较多直接的顺风，可是过了台中之后，因为路线会稍微有一些绕，有的时候会开始遇到侧风，那侧风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要比较注意一点。没错。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想请阿根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种超长距离的骑乘，其实补给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因为我自己曾经体验过，就是我那时候很爱骑北高，每一年都骑北高。所以骑双塔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说需要补的更多一点点，但我曾经就是骑双塔那一次到了嘉义之后，怎么样都补不进去，就是你不管吃什么你就很想吐，可是嘉义到恒春还有超长一段。所以你就几乎是在没有能量的状况之下，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骑得非常痛苦。那会补不进去，就代表已经超过我能力负荷了嘛。所以想要请阿根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种超长距离我到底补给策略上面是怎么处理？好，首先是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你就要先确保自己吃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能够使用的能量啊，就是当天吃的，其实并不是100%都可以转换到你当天骑乘的这个能量当中，很多就是你前一个礼拜，不管是你的晚餐或者日常正餐当中吃的
的东西，所以碳水化合物的补充你在参与这个挑战前的1周就要开始去注意。那这也包含水分，我觉得在冬季骑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掉，就其实你也在流汗，只是因为温度比较低，它很快就会让你觉得汗水不会像夏季来的这么明显，所以在骑乘的过程当中，水分有在流失，但你补的不够多。那大家要知道，身体70%是水，所以假设你水分开始流失，你身体的平衡，包含消化系统的运作，然后身体不管是乳酸代谢或者是肌肉的很多恢复，都会受到影响。就是简单来说，就像一台没有油的汽车，它就已经开始失去了这个动力了。那必须要在这个不管是赛前的1周，或者是你在挑战的当下，定时定量而且稳定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在吃的部分，我想这么长的距离，我想没有人会想要一直吃果胶或者是这些运动的补给品，毕竟你可能需要吃掉40-50包才有可能面对足够的热量，所以我觉得尽量选择，就是你可以在日常就去观察一下你比较喜欢在超商里的哪些产品。那有一个小技巧啦，虽然我没有骑过，但是你在顺向的这一侧的，不管是超商，很可能已经被车友抢购一空，所以善用对向车道的超商，就是如果你发现对向有，然后没什么人停，你就可以去对面。这个小技巧是，如果你喜欢的东西在这一家超商已经被买光的话，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补给定时定量，然后确保水分的补充，然后选择当然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但在不管你是超商或者是前半段、西半部，还有一些比较多商家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那当然到了比较接近尾声，你的消化系统一定会跟着，因为身体疲劳开始衰退，所以在吃的过程当中量不要太多，就避免自己产生比较不舒服、反胃的感觉，是比较好的方式。但前半段其实是影响后半段能不能顺利进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边也想请阿根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就是网络上面流传很多那种配速表，就例如说双塔我要骑进15小时，或者要骑进18小时，要怎么配速？那我觉得，因为可能收看我们单车小百科、单车小教室的车友们都是比较属于新手的部分，想要请阿根教练跟这些车友分享配速表我该怎么看，或是我该怎么评估以我的能力，我不能自己说我想要骑15小时，它就适合我嘛？可能是搞不好我只能骑20小时。那这个东西我们该怎么来做事前准备？当然你在事前有没有足够多次的长距离骑乘？假设你每次出去骑都只有骑30公里，哇，那你真的会很难预估要乘以10倍之后的配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可是我们至少如果假设你有100K 或者是150公里骑乘的经验，你可以以这个当做依据，因为其实以这个距离来说，它的衰退不会来的差异这么大，那顶多是你前半段冲太快，所以你可以依照假设你骑了100K 或者150K 的这个配速，稍微可能减去就是可能这个均速减个2到3左右，然后去做参考。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整体的配速。如果你前半段骑得太保守，就太轻松的话，其实你在长时间的骑乘，就算没有那么多的输出，它还是会消耗你很多，不管是精神或者是体能。那加速太快，可能就会像我们刚才讲的，前半段烧太多，后面真的是恢复不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日常的训练当中，尽量跟车友一起骑，他的能力跟你差不多。然后同时，我觉得在这样子的长距离挑战，尤其是如果大家是参加一些赛事单位举办的话，整个路线上会有超多车友，那你可能可以透过跟车友的轮车，但如果你对他的配速是陌生的，可能节奏会被他带走。另外，我觉得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路线上遇到车友，你想跟他的话，最好打个招呼。第一个是有的时候，尤其是顺风，大家骑得很开心，他不知道后面有人跟着，也许他在做刹车或者什么，完全不会注意你的动线，这个会有一点危险。所以如果可以打个招呼，一来是安全，第二个我觉得是礼貌，就是你可以让对方知道说，哦，现在有人，也许你在能力许可的范围也出去做一点顶风。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自成一团，那你们这个团队当中，可以大家都了解自己彼此的速度。那也许能力好的人在前面多带长一点的时间，那能力不好尽量多跟，但大家可以让这个集团保持一定的速度，然后都有休息到的机会。我觉得阿根教练刚刚讲到几个重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赛前的练习，这个活动之前的练习非常非常的关键，就不能你平常只有骑50公里，但是你却
妄想要完成520公里，因为这个身体的衰退跟你在营养的补给上面都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你也必须了解自己的身体在这样极限环境里面是怎么样来运作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那另外轮车的部分，刚刚阿根教练也有跟大家分享该怎么轮会比较好，这个部分呢也希望大家在参加这种大活动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礼节，可以避免很多意外跟状况发生。是，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很谢谢阿根教练跟我们分享这些哦，因为每一年真的是起风了之后，西滨就是每一周都可以看到前仆后继有非常多车友在进行这样的挑战。我们这样子很热门的这个活动呢，其实也吸引了亚洲很多车友，香港的车友、澳门的车友、马来西亚的车友、新加坡的车友来到台湾做骑乘，所以也希望呢这一集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更安心、更安全的准备。那在装备的分享上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单车小教室有告诉大家，就是出车的时候要准备哪一些配备跟工具，即使呢我们骑双塔的时候，可能通常都会有补给车。但自己呢，基本上车上需要的东西还是要带着。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集数小教室以及单车小百科。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单车小教室。